大家好，我是牛奶。接上集讲到，药万龟三人羞辱药老不成，最终夹着尾巴走远，被众人唏嘘。闹剧般的插曲一过，众人又陷入了长久的等待。直到某一刻，此地的所有强者都是猛地睁开了双眼，只见那破裂的空间已经从先前的数丈扩大到了近100丈，其中心处一个乳白色的光圈正在缓缓成型。光圈彻底成型的那一刹，这片天地间的温度陡然提升将近100倍，该动身了。美眸望向萧炎，薰儿轻声道。伴随着薰儿的声音落下，几道黑影带起道道风啸，一头扎进了乳白光圈。陡然起身，萧炎眼瞳之中火光闪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吩咐完半圣以下的强者先回联盟，严加防守之后，萧炎带着薰儿他们一同掠进了光圈。光圈之后是一片弥漫着乳白火焰的奇异空间，火焰的温度之高，就连身怀5种异火的萧炎都感觉燥热。心念一动，令火焰包裹全身后，萧炎才感觉好些。只是薰儿他们呢？偌大的空间里，此时唯有萧炎一人。皱起眉头，萧炎感觉有些不安，犹豫了一下后，决定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说不定他们就在前方的哪个位置呢？然而接下来的10分钟里，萧炎飞掠过的路途中，一个人影都没见着，而这片火海也依旧看不到尽头。这片空间究竟有多大？难道在进入空间的时候，我们便被各自传送开了去？可是在进入的刹那，我似乎并未感觉到有传送的迹象，到底是怎么回事？萧炎皱紧了眉头，心里升起一抹茫然与烦躁。就在这时，前方隐隐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心下微喜，萧炎直接就是一个弹射起步，然后在看清楚对方是谁后，高速急停。魂殿殿主，你们3人怎么会在这里？悄然运转起体内斗气，萧炎沉声道：没什么，来给你看点东西。那魂殿殿主微微一笑，随后从掌心黑雾中冰出一道虚幻人影，竟然是萧战。望着那道身影，萧炎如遭雷击，喃喃道：父亲。妍儿。萧战的灵魂猛地一颤，目光不可置信地望着那消瘦的青年。萧炎，与我魂族作对，下场唯有一个，那就是家破人亡。掀起一抹不屑笑容，魂殿殿主将手掌缓缓地搭在萧战的头顶上。既然马上便要擒住你了，那他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你说是不是？一边紧盯着萧炎，一边加大手上的力度。魂殿殿主很享受萧炎崩溃时的样子。随着萧炎赤红着双眼怒吼出住手的那一瞬间，魂殿殿主生生捏爆了萧战的灵魂。那些个萤火一般的光点很快被恐怖的高温蒸发，快到萧炎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也没能留下一丝一毫。呆呆地望着父亲曾存在过的位置，一股恐怖的杀意疯狂席卷而出。双眼血红，气喘如牛，萧炎死死地盯着魂殿殿主，脚步猛地朝前一踏，就与拼死相搏。然而下一秒，他却是一口鲜血喷出，乳白色的火焰紧随其后，从他身体的无数毛孔之中爆射而出。体内突然传来的剧痛，令得萧炎恢复了一些理智，急忙抬头，却发现面前哪里还有魂殿殿主3人的半分影子。回想起薰儿临行前的叮嘱，进入那片空间后，不管看见什么，都要尽量保持心境平静，因为净莲妖火能够以人之情绪为引，使妖火从人体之内诞生，而一旦体内出现妖火，就算是灵魂都会被焚烧成虚无。萧炎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好在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妖火虽强，但却无人特意操控，想要将萧炎焚化可没那么容易。咬着牙，萧炎手印急速变换，旋即运转起体内那融合了5种异火的新生异火反扑。那乳白色的火焰僵持了一会儿后，最终还是被萧炎尽数从毛孔之中逼了出去。脱离自焚危险的萧炎出了一身的冷汗，不愧是妖火，制造出来的幻境丝毫不比菩提古树差。还好他对于火焰的抗性很强，再加上肉体强悍，不然的话，光是这次的捣鼓就足以让得他体内的经脉化为粉末。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萧炎调动体内异火聚集到眼瞳，面前的世界顿时发生了变幻。一片约莫数10丈范围的乳白色气雾内，
有将近数十人正面色各异的在原地迅速飞掠，还有一些人已经被乳白色的火焰所包裹，甚至还有小部分的人正在慢慢的化为飞灰。而萧炎目光锁定药老的那一瞬间，药老的身体表面正在逐渐燃起乳白色的火焰。老师，心头惊惧的同时，萧炎一个闪掠就是一掌拍在了药老的后背上，帮其压制火苗，同时利用掺杂了灵魂波动的声波助药老摆脱幻境。猛地睁开双眼，药老不断地喘着粗气，感慨这净莲妖火真是恐怖。若不是萧炎及时赶到，自己这次怕是凶多吉少。闻言，萧炎苦笑了一声，随后表示还是尽快离开这片诡异误区吧。萧炎并没有在这片区域里看到薰儿以及火云老祖他们的身影，不过他们的实力足够强横，想要摆脱幻境应当是不难的。这不，萧炎刚同药老掠出白色雾气范围，就看到了薰儿他们在前方不远处的悬浮平台上。萧炎哥哥，降落在平台尽头的那扇白色巨门前方，萧炎看着眼前的薰儿等人，有些怀疑，这是否又是另一个幻境？火焰涌上双眼后，萧炎才松了一口气，笑道：“你们没事吧？”“没事。”薰儿等人迅速迎上，看着下方的白雾，古南海感慨道：“真没想到，这净莲妖火已经能够释放梦魇天雾了。要知道，1000年之前他还是无法施展此招的。”“梦魇天雾？”萧炎一怔。梦魇天雾就是那片能够让人永远陷入幻境的器物，它本来是净莲妖圣的独门绝技。据说净莲妖圣曾用梦魇天雾使得一个城市上百万人陷入幻境，待得雾气散去后，才发现100年经历只是南柯一梦。净莲妖圣，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萧炎想起了以前那个一直对净莲妖火反应很是激烈的坑爹光团，在进入这里之后反而变得安静了下来，真是怪得很。不过其他人呢？平台之上除了他们一行人之外，并没有其他势力的人，为什么呢？算了，想不明白就干脆不想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净莲妖火的所在位置。据古南海所说，古族先辈也曾经历过这般，只要顺着巨门之后的路走，就能见到净莲妖火了。只不过必须得闯过重重阻碍罢了。想要强行突破此处的空间，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事。那还等什么呢？闯过去就是了。萧炎他们刚准备掠向巨门，一道道空间裂缝突然浮现而出，旋即潮水一般的乳白色火焰人影举着火焰长矛就朝着他们围攻了过来。都是被净莲妖火炼化过的强者们，相当于一种另类的傀儡火奴。这批火奴的战力并不是很高，萧炎他们很轻易的就能灭杀一大片，但架不住他无穷无尽啊！一直被成千上万个火焰人围堵，可不是件好受的事情。于是萧炎一马当先，以绝对的武力压制，清出一条通道，直达那扇巨门。众人齐心一拳，直接就将巨门给轰爆了。同一时间，后面围追的火焰人都停下了动作，密密麻麻地悬浮在半空中，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古南海说，只要闯过妖火大殿，他们就能找到净莲妖火。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萧炎的心中有些不安。事实证明，萧炎的确是应该不安的。自从进入那扇巨门之后，萧炎一行人已经闯过了3个几乎与此相同的大殿，唯一的区别就是越往里面闯，所出现的火奴实力便是越强。比如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火奴，按照萧炎等人的感应，恐怕每一个都拥有着斗尊阶别的实力。1个2个斗尊在萧炎等人的眼中不值一提，但数以万计的呢。顾长老，这样闯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萧炎忍不住的道。毕竟就算他们这里的人实力不弱，但若是这种大殿永无止境的闯下去的话，迟早体内斗气会枯竭。因为妖火空间里的天地能量都掺杂妖火痕迹，几乎无法被吸收，也没有人敢轻易吸纳。古南海其实也没谱，但事已至此，他们也谨慎前进的选择了。闯呗，一闯一个不吱声。不要说妖火空间经过净莲妖火上千年的经营已经是龙潭虎穴了，单说净莲妖火现在的实力也比1000年前更加强横了。一扇巨门又一扇巨门，再一扇巨门，萧炎也不记得他们到底打破过多少巨门了。
直到最后一次时，连火云老祖都是在与那火奴大军对碰时出现了一些伤势，他们才打破了那一扇不太一样的巨门。而门后等待萧炎的将不再是密密麻麻的火奴身影。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啦，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